我5岁就进了将军府当丫鬟，伺候了三小姐13年，只盼着5年后出府与家人团圆。可没想到，我却被府中暴力的二少爷轻薄。1个时辰后，我失魂落魄地跑出房间，在走廊上撞见了房嬷嬷，她默默地把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，别让其他人瞧见，咱们先回屋。她本来是过来取安神香，不想一把年纪撞见这一幕，主子在里头又不好贸然进去，便在不远处的廊下等着。整个将军府跟我最亲近的人就是房嬷嬷了。5岁那年，母亲重病缠身，父亲身兼3职，照顾病榻上的母亲，抚育年幼的我，还要摆摊售卖果脯维系生活，家中无一老可以，举步维艰。房嬷嬷是老家的邻居，返乡时目睹这一幕，心生怜悯，决定伸出援手。苏哥，我看你家我丫头聪明伶俐，不如我带她去将军府当丫鬟吧。房嬷嬷提议。苏父闻此言，瞬间抗拒，怎么能让她去做丫鬟呢？这次主子派我找的是陪小姐读书、做手工的丫鬟，可不是干粗活的。房嬷嬷澄清。苏父沉默，近期兼顾家事与照料妻女，已疲惫不堪，一旦他倒下，这个家恐将瓦解。常言道，宁选大户人家的丫鬟，不娶穷家女。我跟着小姐学待人接物、穿衣搭配，提升气度，将来才能嫁入好人家，留在你身边，没娘教导，未来婚事怕是难如意。房嬷嬷理性分析，苏父深知此言不虚，女儿缺教，家境衰败，确实难觅良缘。可一旦迈进将军府，她便失去自由，往后何去何从，全部由己呀。父亲忧虑万分，小姐长大终究要出嫁，我们可以签个短期契约，18年后小姐成婚，我23岁就能离开府邸，过自己的生活。房嬷嬷提出解决方案，于是5岁的我随房嬷嬷踏入将军府，至今已度过13载春秋。身为老太太贴身嬷嬷的房嬷嬷一直庇佑着我，使我在府中安然无恙。我只期盼再熬过5年，出府与亲人团聚，平淡度余生。然而今夜平静的生活被打破，都怪我没能护好你，要是早点教你防范，就不会。房嬷嬷懊悔不已，我终忍不住轻声啜泣。平日府中需谨守规矩，压抑情绪，此刻在嬷嬷面前，我如受伤孩童般释放内心苦楚。嬷嬷将我拥入怀中，轻拍安抚。片刻后，嬷嬷迅速调整心态，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，先考虑明天如何应对。我默默点头。府中丫鬟莫名身亡，遭驱逐之事屡见不鲜，我已学会将痛苦深藏心底。是府里的哪位公子？嬷嬷询问。是2公子。我是被迫的，我羞愤交加。房嬷嬷眉头紧锁，可怜的孩子，怎么偏偏是他？大公子腿脚不便，却为人和善；3公子乃将军期望之子，性情稳重守礼，皆为嫡出。唯有2公子母桑枣，性情冷漠，常年征战在外，竟做出此事。我灵光一闪，二少爷今晚似醉非醉，似乎被人下药，也许并未认出是我。房嬷嬷略一思索，抚慰道：明日我向老太太禀明实情，她定会为你主持公道，让2公子纳你为房中人。眼下他尚未娶妻，你或先做通房，待大婚后再寻妻抬为姨娘。但2公子性情难测，能否和睦共处，全凭天意。我低声嘟囔，我实在不愿做他的妾。嬷嬷，你清楚我的想法。嬷嬷自然知晓我心仪猎户家的公子，嫁过去便是正事，无需忍受妾室之苦。夫妻恩爱度日，还有一种选择，或许2公子并未看清是你，你便装作一切未发生。即使他记得，若只是酒后荒唐，无意纠缠，你保持沉默，双方长辈也不会为此烦恼。他居于外远，极少入内，日后你避开他，时间久了，他便会淡忘。出府后也无人嚼舌根，你仍可正常婚嫁。我决定选择遗忘，视昨夜之事为无。通房之路一眼望到尽头，初期尚可安逸，待正妻进门，地位骤降，甚至不如普通丫鬟。若遭主子厌弃，晋升姨娘更是奢望。我所愿不过是摆脱侍奉他人的人生，觅得一位尊重我的夫君，共育子女，平淡安宁地度过一生。夜半时分，林冷伤一身冷汗醒来，热度消退，药力褪去，顿感全身轻松舒坦。他目光深邃，五官刚毅，英俊面庞下却潜藏着一股威严与杀气，使人难以亲近。不同于京城那些养尊处优的贵公子，他显然是历经战火洗礼的武将。身为将军府备受冷遇的庶子，他自愿奔赴边疆，从底层士兵一步步拼杀，全凭自身实力荣升少年将军。每一份军功皆由血与火铸就。如今北方战事趋向缓和，和平谈判有望，他才得以从边陲归京，担任御林军副统帅。不久前又摘得武状元桂冠，同时教授皇子们骑射技艺。与京城同龄公子大多儿女成群相比，他因常年征伐边疆，错失婚配良机，屋内甚至连贴身丫鬟都未配备。他环顾凌乱的卧室，破碎衣物散落一地，浴巾上那一抹刺眼的红，让他不禁回味起刚刚的种种画面，嘴角不禁勾起一抹微笑。林冷伤舒展筋骨，起身站立，他身材魁伟健硕，面带满足之色，阔步走出房门，贴身侍卫相甲已在门外等候。他发问，明知是圈套，为何还要查？找出所有线索。林冷伤命令道。次日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用脂粉精心遮盖手腕上的印记，换上高领衣物，待众人未醒之际，我悄无声息来到浴室门前，仔细查看各处，确认那恶魔已然离去，才安心的松了口气。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现场，将遗留的衣物打包藏至自己房间，地板反复擦拭，确保无丝毫异样才满意。幸而这间小浴室近期只有我在使用，原是专为三小姐幼时沐浴所设。随着三小姐日渐长大，爱美之心萌生，府中便另辟大浴室供其享用，内有宽敞浴桶、衣物储藏空间及临时修葺的小榻，旧浴室便留给了我与丫鬟思和。思和年初已被大太太指派给三少爷做通房丫鬟，如今此处只剩我一人使用。清理完毕，我估摸着时辰该去三小姐房间侍候了，备好洗漱用品，恰逢三小姐悠悠醒来。三小姐林一梦乃王夫人所出的嫡女，年方13，圆润的脸蛋仍透着几分童真。用过早餐后，我搀扶着三小姐前往王夫人处请安。琼华阁大堂内，当家主母王夫人端坐正中，虽已年近50，保养
养得当，风韵犹存。此刻面带愠色，堂下跪着一名哭泣不止的丫鬟，二等丫鬟秋月，容貌秀丽，泪水连连，惹人怜惜。王夫人的贴身嬷嬷严肃发问：“你可看清了，真是二少爷？”秋月用丝帕拭泪，坚决答道：“即便给我1000个胆，我也断不敢撒谎。”随后，嬷嬷在王夫人耳边低语几句，又审视了秋月一番。原来，昨日王夫人命令冷伤前来内堂核对老太太寿宴宾客名单，王夫人未至，二少爷却匆匆离去。王夫人听完，挥手示意：“带下去吧，关于伤儿的事，我无权做主。嬷嬷，你带他去老太太那里，听听老太太如何定夺。二少爷自小由老太太抚养，房中天人之事，自然需老太太点头。”我心头一紧，看着秋月满腹委屈的模样，又牵扯到二少爷，难道……我下意识地拉紧领口，头垂得更低。三小姐又向王夫人抱怨寿宴筹备繁琐，不愿参与。王夫人则训导她，以借豆蔻之年的大家闺秀，理应学习如何打理后宅诸事，否则将来嫁入夫家，恐遭人轻视。返回小梦园后，我服侍三小姐午睡，回到自己房间，将从浴室带回的碎不再捡的粉碎拿到厨房焚烧，又去浴室仔细复查，确保无任何痕迹遗留，这才安心。院中负责打扫的丫鬟16凑近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婉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秋月被二少爷看上了。”我心中一惊，此事从琼华阁传出如此迅速。我轻拍16的头，正色道：“主子们的私事，切勿多嘴多舌。”16撇嘴，以往我对此类闲话总会与他分享1、2，今日却摆出大丫鬟的架子。听16提及此事，我愈发坐立不安，本欲前往房嬷嬷处打探消息，但转念想到此时嬷嬷正伺候老太太，或许正在处理秋月一事，贸然前往只会尴尬，只好暂时按捺住，静待消息传来。夜幕降临，房嬷嬷果真来访，她刚进门便嚷道：“亲丫头，先给我倒杯水，忙了一天，嗓子都要冒烟了。”我一边倒水一边看似不经意的提及，午后去王夫人那儿请安时，看到秋月在那哭得梨花带雨，可不是忙了一整天她的事吗？老太太已准她去伺候二少爷，做了通房丫鬟，按三少爷通房丫鬟司核的标准，赐给她2匹布料，1只珠钗，月钱也涨了，又命我们去收拾二少爷侧室的暖阁给他住。嬷嬷一口气说完，我听闻与自己所料相符，接着追问秋月是怎么说的。嬷嬷又猛灌一口茶，只说昨晚二少爷酒醉闯入她房中，然后就哭个不停。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，我困惑：嬷嬷，您觉得秋月为何要说谎？昨晚分明不是她。嬷嬷略一思忖，我看她不像说谎，脖子和手上都有淤伤，哪个姑娘会拿这个开玩笑？再说二少爷一回来，谎言不就戳穿了？或许二少爷先是去了他那里，然后……真是造孽呀！听着嬷嬷的分析，我又羞又气，手怕被我紧紧捏住，指关节都泛白了。见我气得说不出话，嬷嬷宽慰道：“不过这也并非坏事，有秋月顶上，你算是躲过一劫，以后更要小心谨慎，尤其别独自去浴室。晚上睡觉可以让樱桃陪你。”躺在床上，我反复琢磨嬷嬷的话，始终无法释怀。我清晰记得，二少爷最初时衣着整齐，急躁难耐，秋月为何要主动跳入火坑呢？或许是他倾心于二少爷，亦或是有难言之隐吧。由于老太太寿诞临近，王夫人委派三小姐协助筹办宴席，尽管三小姐心有抵触，但在母亲的督促下，她还是接受了任务。我作为三小姐的心腹丫鬟，自然成了筹备工作的得力助手，连日来忙碌于各项事务。幸好二少爷居于外院，这段日子我未曾再与其碰面。某个清晨，阳光透过窗棂洒满庭院，三小姐林一梦对我吩咐道：“带上之前选好的图案，我们去母亲那里商议祖母贺寿的相关事宜。”我将近日绘制好的绣样卷好藏于袖中，随后搀扶着小姐一同前往琼华阁。步入琼华阁正厅，只见王夫人端坐正中，大少奶奶薛莲雪和三少爷均已在座。我随三小姐行礼请安后，安静地站在小姐身边，待众人聚齐，王夫人缓缓开口：“老太太寿宴有莲雪帮忙，我可省心不少。”她向大少奶奶投去赞赏的目光。薛莲雪起身回应：“为母亲分忧，乃儿媳职责。”王夫人让她坐下，接着转向三少爷：“这次寿宴会有许多名门闺秀到场，你届时好好留意。”三少爷恭敬地回答：“母亲，儿子明白。”王夫人多次提及此事，她早已铭记于心。随后，王夫人对三小姐说道：“你相对轻松些，主要配合你大嫂设计些绣样，再想些女眷们喜欢的游戏即可。”三小姐闻言，微微撅嘴应道：“女儿知晓了。”我心中暗想，这绣花的活计恐怕又要落在自己肩上，毕竟小姐的女工手艺实在拿不出手。交谈间，二小姐林若言在丫鬟的搀扶下步入厅堂。林若言为庶出，由蓝姨娘所生，因其自幼体弱多病，鲜少在人前露面。她轻轻侧身行礼，给母亲请安。王夫人瞥了她一眼，位次座位，语气淡漠地说：“你还在病中，不必为老太太寿宴劳神。”林若言身形纤瘦，脸上的病态妆容显然经过刻意掩饰。她轻轻擦拭脸颊，声音微弱地回话：“还是母亲体谅，那我就先行告退，回去服药。”王夫人默许地点点头。待二小姐退出琼华阁，众人继续讨论寿宴细节，直至商议完毕，各自散去。离开琼华阁后，三小姐林一梦眉头紧锁，意识到自己又揽下了一堆繁重的工作。我则回想起王夫人与三少爷的对话，得知此次寿宴不仅是庆祝老太太生辰，更是公子们挑选未来妻子的机会。我心中疑惑，既然二少爷比三少爷年长几岁，为何至今仍未娶正妻？恐怕此次寿宴，二少爷也会同三少爷一样物色合适的女子。这样一来，若二少奶奶进门，秋月的日子怕是难熬。我庆幸自己没有一时冲动，为了清白之身而主动请求去二少爷院中伺候。我默默祈祷此事能尽快过去。无人再提，蓝姨娘居住的小院虽不大，却被布置得清新雅致。蓝姨娘本是王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当年为制衡深受大将军宠爱的柳姨娘，王夫人提拔了身边最漂亮的陪嫁丫鬟蓝姨娘。如今柳姨娘早已香消玉殒，蓝姨娘始终紧跟王夫人的步伐，因此在众多姨娘中，她的生活相对安稳。二小姐林若言因刚才在薛氏那里受挫，此刻正郁郁寡欢，她抱怨道：“早说过不去
去掺和，你非逼我去，结果被我说中了吧？那嫡母哪会让我占半点便宜？蓝姨娘故作严厉的训斥，怎能背后如此不敬嫡母？夫人也是担忧你病情未愈，不宜过度劳累。林若言心知肚明，这只是姨娘自我安慰的说法，但她刚才的确言语过分，便低头不再言语，只用手帕搅弄。蓝姨娘语重心长地道：参加寿宴这样的大事，你在旁边帮衬，能学到一些治家之道，将来嫁人后定有用处。说着，她假意拭泪，都怪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林若言心肠软，柔声道：姨娘，你以前不是叫我什么都不要争吗？怎么现在又催我去抛头露面？蓝姨娘此刻的确有些焦急，二小姐已到了适婚年龄，但王夫人却迟迟不为她物色婆家。身为姨娘又不便在前厅露面，若错过这次宴会的机会，无法找到心仪之人并禀明老太太，恐怕二小姐会步大姐的后尘，被王夫人随意许配他人。虽然王夫人平日里对他们母女不算苛刻，但重要的好事总是轮不到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老太太寿宴时，京城的公子哥几乎都会到场，你要睁大眼睛看仔细，老太太才能为你做主。蓝姨娘揭示了宴会的真正目的，一场变相的相亲会。林若言听闻此言，脸颊瞬间泛红。好了好了，我听你的，明日就去老太太那里侍奉。她深知大姐的遭遇，对此也颇为忌惮。蓝姨娘见状，立刻换上笑容，这才是好孩子，快去喝药吧。小梦园内，我正躬身于走廊，悉心浇灌盛开的芍药，花团锦簇，红艳如火，几乎将我纤细的身影完全掩映其中。园中传来一阵阵低语声，那是樱桃与其他洒扫小丫鬟聚集一处，窃窃私议进来的府中秘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秋月姐姐被二少爷打得半死，已经被发卖出去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，我尽量压低身体，悄然潜入花丛深处，试图靠近那群人，以便听清他们的谈话内容。秋月姐姐不是老太太亲自指派给二少爷的吗？她怎能说撵走就撵走？说是秋月姐给二少爷下了药，然后趁机爬上他的床。不对，我听说是秋月姐在外面有个情郎，故意陷害二少爷。我不相信秋月姐会做出那种事，估计是二少爷对她不满意，因为她是从王夫人房里过去的，所以随便找个借口处置掉。议论声中夹杂着对二少爷暴力性格的描述，他在战场上可是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。好多无辜的商贩都被他当作叛贼砍了脑袋，可怜的秋月姐姐身上挨了20大板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。别说了，晚上会做噩梦的。直到三小姐从屋内走出，这群丫头才意犹未尽的散去。我听着这些消息，内心既惊骇又庆幸，惊骇于二少爷果然如传闻般残暴无情，对深宅内的柔弱女子竟也下得了狠手，庆幸自己当初明智的保持沉默，没有被卷入这场风波。20板子对于久经沙场的男子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对于女子而言足以夺人性命。待人群散去，我才缓缓从花丛中站起，因蹲得太久，双腿已有些麻木。我在附近的石凳上稍作休息，努力将那些纷扰的思绪从心头驱散。夜幕降临，我因心绪不宁，不敢独自入睡，便唤樱桃前来相伴。夜深人静，我似乎听到断断续续的哭泣声，门外似乎有人影晃动。我做了一个恐怖的梦，梦见自己遍体鳞伤，被人按在地上狠打板子。二少爷在一旁冷漠地看着我，犹如审视一只待宰的牲畜，冷酷而鄙夷。我从梦中惊醒，满头冷汗，良久才平复心情。那梦境过于真实，让我对二少爷的恐惧更深一层。翌日，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，秋月在被发卖后不久离世。他被打后当晚便高烧不退，未能熬到天亮。因秋月签的是活契，家中尚有老母亲、嫂子及不满3岁的侄儿。悲愤之下，他们请了讼师向官府申诉。将军府中的小厮因执行打板子之事被传唤至衙门问话，不过走过场便返回。王夫人拿出一笔抚恤金，最初秋月的母亲坚决不肯接受，但在嫂子见到银两后，一边哭诉秋月死的冤枉，一边撤回了诉讼。此事震动府中上下，甚至惊动了平素对庶子不过问太多的林大将军。他动怒之下，依照家法命人对林冷商施以20板子，并罚其在祠堂跪司。然而林冷商不仅拒绝在祠堂罚跪，反而自行承受了40板子后拂袖而去，惹得林老将军气得拍案大骂：逆子逆子！此事迅速成为府中下人们的热议话题。林冷商冷酷无情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二少爷真是心狠手辣，连身边的丫鬟都能下得去死手。他深受皇上宠信，连林大将军都敢违逆。听说秋月死了，老太太还打算再挑人送去二少爷房里，有人恶意揣测。一时间，府中貌美的丫鬟人人自危，收敛起打扮的心思，唯恐被选中送到二少爷身边。关于林冷商的恶名在府中迅速扩散，犹如野火燎原。我身处其中，一面听着各种流言蜚语，一面心生疑窦。王夫人治家严谨，府中向来严禁嚼舌根，以往若有人私下议论，必遭惩处。然而此刻府中议论纷纷，却无一人受到责罚，这情形十分反常。此外，以秋月的性格，绝不可能自愿去做通房丫鬟，且她与二少爷本就清白，若非自愿，那么深宅大院中的尔虞我诈，往往牺牲的是我们这些地位卑微的丫鬟。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，得以避开这场灾难。我深知，再过几年，秋月之死就会像多年前花圃中毒蛇咬死的莹莹那样，被人们渐渐遗忘。如今，我只想安分守己地做好本职工作，等到出府之日，便是我重获自由之时。再过2天，便是我外出探亲的日子，那是我最为期待的时刻。府中每隔3个月会给予下人半日探亲假，只需禀报主子同意即可离府。我提前将手中的活计安排妥当，加班加点完成了任务，终于挤出半日闲暇。离府后，我首先来到刘记铺子，为弟弟买下他最爱吃的栗子糕，又去布市精心挑选了一块青灰色布料赠与父亲，一块蓝水布料送给薛姨母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独自度日，后来在祖母的撮合下迎娶了母亲的亲妹妹薛姨母，两人婚后育有一子苏氏。薛姨母待我如同己出，一家人倒也过得和和美美。此次归家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与薛姨母商议。我已到了适婚年纪，只因在府中当差，婚事一再拖延。薛姨母曾为我物色了几门亲事，但我皆以还需5年才能出府，不愿耽误，对方唯由推辞。有一次回家途中，我偶遇一队丁的流民，携带的糕点被哄抢，幸亏一名路过的猎户高烈从人群中救出我。
巧合的是，薛姨母后来介绍的一位求婚者正是这位高烈。我感念其救命之恩，没有立即拒绝婚事，只称需要再考虑。我心想，如果高烈等不及，那就罢了。倘若他真心愿意等我出府，我愿与他共度余生。虽然双方家庭并未正式定亲过礼，也未交换信物，但通过薛姨母与高大娘之间的传话，彼此已有了默契。我视之为一种默许的约定。然而如今，我已非完璧之身，离出府之日又遥遥无期，自觉配不上高烈。原本只是出于报恩之心的一段情愫，感情并不深厚。此次回家，我决定向薛姨母表明心意，取消之前的约定，以免耽误高烈娶妻生子。我来到城门处，只见那里熙攘拥挤，人头攒动。一个兵丁反复宣告：城门封闭，闲杂人等不得出入。朝廷正在缉拿要犯，无事者切勿在街头逗留。尽管如此，几位贵公子却对这禁令置若罔闻。他们在城门口大发雷霆，与守门兵士发生了冲突。我像要饭吗？我是出城去谈生意的，误了时辰，你们赔得起损失的银子吗？一位纨绔子弟指着守卫大声喝问，此人乃是太尉府次子，生性风流，身边依偎着一位家人，显然是出门踏青游玩。守卫虽知其身份，但城门封闭乃武义王之令，丝毫马虎不得，放错一人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他们只得强忍委屈，满脸堆笑的解释：公子，这是上头的指令，我们也只能遵命行事。我找到常年在此摆摊卖草鞋的老伯，询问城门为何关闭以及何时会开放。老伯皱纹密布的脸上浮现出沉思之色，片刻后回答：似乎是哪家贵女遭歹人绑架，刚才官差还拿着画像询问我们是否见过，看他们紧张的样子，估计短时间内城门怕是不会开启。我权衡一番，决定再等1-2个时辰，若仍无放行迹象，便只好返回将军府，择日再出。我在城门附近找了个茶馆坐下，百无聊赖的消磨时光，一杯接一杯的喝茶，腿都坐麻了。城门却依旧紧闭。突然，喧闹的街道变得异常寂静，一群官兵半包围着2个人朝城门方向逼近，行人纷纷避之不及。中央是一位魁梧的大胡子壮汉，他手持利刃，挟持着一位戴着纱巾的女子。女子衣饰华贵，尽管面容被纱巾遮挡，但从其气质和举止判断，定是出身显赫，且见过大世面，面对险境仍保持着难得的镇定。大胡子威胁道：快给我备一辆马车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郡主，只要出了城，到达安全之地，我自然会放他回来。官兵们面面相觑，不敢擅自决断，只能维持现状，等待上级指示。僵持之际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士兵们自动让出一条通道。一位为着甲胄、紧着长服的少年将军骑马疾驰而来，虽未披挂，却杀气腾腾，冷峻的脸庞透出不容侵犯的威严。我一眼认出，这正是将军府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二少爷林冷伤，林副统领。现在如何应对？一个小头目上前请示。大胡子见到能做主的人出现，眼中闪过一丝期待，他高声叫嚣：快给老子准备马车，否则我杀了郡主！说着，他手中的刀更加用力地抵在郡主颈部，薄薄的纱巾下顿时渗出丝丝血迹。郡主虽疼痛难忍，却强忍泪水，竭力保持镇定，目光投向马上的林冷伤，眼中满是对生的渴望。牵马来！林冷伤下令，语气平静却透着决然。很快，士兵牵来一匹军马。大胡子仍坚持要马车，林冷伤冷淡回应：武义王已在途中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耗着。大胡子愈发焦急，最终妥协：那就马吧，快给老子牵过来。他急于摆脱困境，打算骑马逃脱，随后弃掉郡主，毕竟马比马车更为灵活，易于逃逸。大胡子拽过马绳，逼迫郡主上马，自己紧跟其后，准备跨上马背。然而马匹突然发出惊恐的嘶鸣，受惊狂奔。原来林冷伤在郡主上马的瞬间，利用大胡子视线受阻，精准地将手中剑如飞镖般掷出，直刺马的后臀，剑尖入肉见血。马儿剧痛之下，带着郡主疯狂逃窜。郡主在剧烈颠簸中无法保持平衡，最终被抛下马背，重摔在地上。虽鼻青脸肿，所幸脱离了大胡子的控制，暂时无生命危险。失去人质的大胡子转瞬即被众多官兵制服，他瞪大眼睛，怒骂林冷伤阴险狡诈，诅咒他不得好死。林冷伤则不慌不忙，以剑鞘为支点，轻盈跃上马背，一手稳住马颈，一手拉紧缰绳，策马疾行。沿途行人纷纷躲避，马儿在狂奔中撞翻一辆水果车，踏过散落的果子继续狂奔。然而再桀骜的马也无法抵抗林冷伤的驾驭，经过半条街的追逐，马儿终究被制服。此时一名端庄侍女急忙跑至受伤的郡主身边，为他擦拭脸上的尘土，而后搀扶他进入一辆装饰奢华的马车。郡主坐在车内，透过车帘凝视着渐行渐远的林冷伤，对他刚才那番行云流水般的解救行动心生敬佩，心底涌起一股微妙的情感。马匹疾驰而过茶铺时，我感到马背上的林冷伤似乎瞥了自己一眼，令我颇感不自在。我本打算等城门开启后尽快出城，但见匪徒已被擒获，估计城门不久便会开放。然而我并未等到城门开启，却等来了林冷伤的贴身侍卫向甲。向甲立在果饼铺子门前，恭敬地对我说道：苏姑娘，主子命我护送您回府，外面还在清理土匪余党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我心中暗惊，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此？但我表面不动声色，微微欠身道：我正打算回府，有劳向护卫了。向甲虽说是护送，却始终与我保持一定距离，二人一路无言，直至抵达将军府侧门，看着我走入角门，他才加快步伐返回。翌日清晨，我与樱桃于庭院之中静心绣制扇面，阳光初照，透过桂花树洒下斑驳光影，微风携着时隐时现的蝉鸣轻轻吹过，那热闹的蝉声甚至掩盖了小丫鬟春文急匆匆的脚步声。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：青婉姐姐，老太太传唤您。我见她满头大汗，关切道：瞧你这一身汗，先喝碗茶缓口气。说着起身去堂内端来茶水。春文接过茶杯，大口饮尽，平复气息后答道：是房嬷嬷吩咐我速速请您过去，具体什么事并未细说。我放下手中的不兜羽围裙，整理好发髻，对樱桃道：走吧。两人穿过廊亭，绕过假山，跨过小桥，沿着曲折的竹径来到了静安院，一路沐浴阳光，行走间竟已微微出汗。步入偏厅，只见二少爷正陪老太太用餐。
房嬷嬷在一旁伺候。我注意到房嬷嬷脸色忧虑，似有不祥之事发生。我上前屈膝行礼，奴婢我拜见老夫人，拜见二少爷。瞥见林冷伤在场，我不禁心头一紧。老太太慈祥地招呼我起身，快起来，走近些让我瞧瞧。我微微抬头，却不敢直视二少爷，目光恰好落在他靴子上沾染的黄泥。我迅速移开视线。今日我身着府中丫鬟统一的淡青色短被子，内搭豆绿色长裙，身形曼妙，即便下衣轻薄，一男眼其玲珑身段，乌黑秀发挽成简洁的发髻，以一支丝绒花点缀。刘海恰到好处地修饰出小巧脸庞，配上一双弯弯的月牙眼，更显灵动可爱。老太太满意地点点头，赞道：“真是模样出众。”去把我那只碧玉簪子拿来。房嬷嬷领命而去，不久便捧着一只翠绿碧玉簪归来。虽然样式古朴，但质地极佳，我心中一凛，深知主子赏赐奴婢以簪子，通常意味着定情之意，尤其在府中，通常是为少爷指定通房丫鬟的象征。此刻林冷伤就在眼前，其寓意再明显不过。我偷偷打量林冷伤，只见他泰然自若的品茶，神色淡漠，难以揣摩其心意。我猜测他或许对此安排并不热衷，只是出于尊重祖母而不便当众反驳。毕竟秋月那样出众的女子尚且未能入他眼，我怎敢想象自己入了定安院后的命运。面对老太太递来的簪子，我慌忙跪下婉拒，奴婢侍奉三小姐是分内之事，不敢接受赏赐。老太太看出我的犹豫，柔声解释：二少爷回府已有一段时间，屋里上缺个得力的大丫鬟，我想让你过去，月银也会相应提高，与思和一般。思和乃三少爷的通房丫鬟，言下之意是要我成为二少爷的通房。室内气氛骤然紧张，众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。按照常理，此时丫鬟应羞涩应允，感激涕零，然而我却低头不语，只是连连叩首，眼中含泪，额头很快就磕得红肿起来。这是我无声的反抗。房嬷嬷见状，轻声在老太太耳边建议：老爷才责罚过二少爷，此事是否暂且搁置？毕竟不久前秋月之事让人心有余悸，我的抗拒也在情理之中。就在这尴尬的僵局中，林冷伤忽然起身，语气淡然：祖母，我在军中惯于独处，无需人过多伺候，此事就此作罢吧。老太太听后略显惊讶，欲言又止，最后摆手道：罢了罢了。她深知苏儿性格，之前曾遣派丫鬟婆子前往照料，均被退回，甚至连秋月这样的贴身丫鬟也被发卖。这次她虽转弯抹角提及我，却又突然改口，实难揣测其心意。林冷伤与老太太寒暄几句后离去，向甲紧随其后，留意到主子此刻脸色阴沉，与来时判若两人。他深知主子的脾性，一旦认定的事物，无论何种手段也要得到，我竟敢公然拒绝，恐怕日后会有苦头吃。我仍跪在地上，直至众人散去。又过了2个时辰，房嬷嬷才出来传话，说是老太太有意罚我，不便扶我回去。嬷嬷递给我一瓶药膏，嘱咐我遮好额头的伤，以免被人瞧见。临行前，嬷嬷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看二少爷并非全然不在意你，只怕是躲不过去。”他站在老太太身后，清楚地观察到林冷伤在老太太照我时嘴角的微笑，以及我拒绝后他瞬间冷却的眼神，分明透露出对我的关注。我独自回味嬷嬷的话，方才的冲动之举，此刻看来颇为鲁莽。主子的心意，岂是奴婢可以轻易抗拒的？只怕接下来等待自己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，直至被迫屈服。我不敢再偏听久留，勉强支撑着酸软的双腿，走到竹林深处，才在石凳上坐下。我取出手帕，仔细拭去泪痕，再拨开额前的刘海，尽量遮住伤口。归途偶遇王夫人身边的丫鬟润月，对方带来烟薯料子，请我转交三小姐。我接过后，不知润月是否察觉到自己神色有异。回到小梦园时已是午后，三小姐已用完午膳休息，我得以独自回房，默默为自己涂上药膏。身为女子，我深知容颜的重要性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脸上留下疤痕。晚间，王夫人传我过去问话，大宅院里事怎么都瞒不过当家主母的眼睛，我只能将今日的情形说了，还表露了自己不愿意去伺候二少爷的想法。我如今伺候着三小姐，可不能让她觉得我有二心。本以为这就是一场寻常问话，可过了几日，王夫人身边的嬷嬷来了，宣布了几件调动的事。一是让大丫鬟润月过来伺候三小姐，又给三小姐添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守夜婆子。原因是近日京城里土匪多，很多富庶人家都遭了头抢，丢东西是小，但害了小姐的清誉是大。二是将我调去王夫人的琼华阁，说是调过去，可又没吩咐具体要干什么活。第三件是嬷嬷私下跟我说的，她说我弟弟该启蒙了，大夫人派人送银子和介绍信，我弟弟今年可以去私塾读书了。我朝嬷嬷行了大礼，真挚的感谢道：谢主子大恩。又向嬷嬷打听，不知夫人有何差遣，无功不受禄，既然有赏赐，定然是要有付出的。嬷嬷只是笑了笑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嬷嬷已经走远了，我还站在原地，内心迷惑又害怕，小心翼翼的当了这么多年丫鬟，除了府里有大喜事的时候会按例赏下来的几吊铜钱，王夫人还从没单独赏过我东西，这次一出手就是大手笔，还惠及家人，与其说是给个赏赐，不如说是给我捏个把柄，这活怕是不好干。等了数日消息，王夫人却一直没召见我，嬷嬷们也不吩咐我做事，底下的丫鬟也对我客客气气的，一时间我很不适应，每天除了做针线活打发时间，便是巴巴的盼着吃饭。前天是板栗炖老鸭，昨天是酸辣鲫鱼，今天又会是什么美食呢？这样的好日子怕是没几日了。主子们的心思难猜，享受当下眼前的美食，还能让自己开心一下，没有人可以聊天，没有人需要伺候。这样无聊的日子过了10几日，思和过来找我了。思和跟我一样，之前是伺候三小姐的大丫鬟，我俩一起长大，吃睡在一处。从前有什么事，我们两人都乐于跟对方分享。只是今年开春，由王夫人做主，思和先是被分去照顾三少爷，没1个月便升做了通房丫头。思和被家人卖进来时签的是死契，三少爷又是公认的端方君子，是将军府里最得宠的嫡子，在外人看来这不失为一个好去处。但是我知道思和并不开心，通房丫头的命运大抵都是一样的，花一样的年纪，用身子伺候主子，待正妻进门便会被视为眼中钉，多半会被打发去庄子上终老，偶有留下的也会被刻意针对。若是没有子女，
女，当家主母随意找个借口就能发卖出去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们都还是天真浪漫的小丫头，爱折腾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研制桂花蜜、玫瑰膏这些新鲜玩意。自从思和去了三少爷院里，今年两人见面的次数10个手指头都能掰过来，每回还没聊尽兴，思和就得回去了。思和吃穿用度是提升了，但身子却消瘦不少，面色也没从前做姑娘时那般红润了。我泡了一盏桂花蜜茶递给她，换盏间触到思和的手却是一片冰凉。大热天的，姐姐的手怎的还是这样冰？思和无奈的摇摇头，你去年冬天奉的那2个汤婆子也找出来送我吧，我最近夜里总觉得凉得很。我便去柜子里翻出2个汤婆子，还怪他道，我上次让你用开水煮生姜汤，喝了再裹上被子捂出一身汗，你是不是没喝？思和面露羞涩，他全身寒凉，是因为避子汤喝多了，并不是因为受了风寒。三少爷房里只有他一个通房丫头，主子又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只能可着他折腾，是以隔3差5便要喝一回这避子汤，喝多了也就伤了身子。我还是姑娘家，他怎好跟我说这些，便只能岔开话题道，喝了的，哎，不提这些了。听说老太太70大寿要大办，换了话题，我的语调都欢快起来，是要热闹闹的办。薛少奶奶已经开始操办起来了，3小姐和2小姐也都在忙，你到时候得空来吗？思和说，3少爷已经提前允了他参加，不过还得回过大夫人才行。提起大夫人，他的语调明显低下去一截。自从做了3少爷的通房，大夫人便教了他许多规矩，不能随意走动，尤其不能在外人面前露脸，以免坏了3少爷的名声。日子还没有做丫鬟时过得自在，好在3少爷并不苛待他，偶尔还能回馈他一些惊喜，这日子就还有些盼头，还能熬下去。此次过来，明面上是姐妹叙旧，实际上是王夫人让他游说我去做2少爷的通房丫头。他深知这条路的艰辛，拖到现在也不知如何向我开口。我见思和神色复杂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自是明白他有难言之语，便主动问道，姐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思和便将王夫人的想法转述了，核心意思就是不仅要去给2少爷做通房，还得是个向着王夫人能汇报2少爷情况的小通房。这些日子给的甜枣，原来是要我干可能会丢性命的活。我听后露出惊讶又为难的神色，容我考虑考虑。两人又聊了会别的，直到门口小丫鬟报信，陈娘子，这个时辰3少爷该回来了。思和才不舍得握着清婉的手，语重心长的道，妹妹千万别干傻事，戴夫人这是一点活路都没有，兴许2少爷那还能有些希望。他见识过王夫人的手段，如今也只能稍作提点。看着思和远去的背影，我有点失落。现在的思和可能就是以后的我，给2少爷当通房，还是个听大夫人摆布的通房，小心谨慎了这么些年，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是非窝。在府中服侍多年，我已摸透个主子的脾性。老太太看似严厉，责罚分明，非原则性过错上流于地。故而面对老太太提议做通房，我冒险拒绝。老太太仅令其多跪堂，此等惩戒，实不足挂齿，真遭重罚，反让人心安。毕竟风波已过，大太太王夫人面带和善，唯其意者唯死路一条。前有不愿意给大少爷做通房的影印，被毒蛇咬死在芍药花下，后有大将军辛纳的小妾失足坠井，就连思和也是被关进柴房一整天才想通的。若没有这些铁血手腕，何以整个将军府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敢做妖的姨娘？她之前也就是运气好，被分配伺候3小姐。3小姐活泼开朗，很少处罚下人。作为将军府嫡女的大丫鬟，做事又细致得体，在一众丫鬟中算是很体面的。可随着身子长开，美貌展露出来，有些是非就缠上来了。躲过了3少爷，到底是没能躲过2少爷。清婉知道大夫人的性子，惯用的手段就是先给些好处收买，若不识趣，接下来自己便要受皮肉之苦了。皮肉之苦不管用，便是性命威胁了。可2少爷就能得罪吗？秋月的例子活生生摆在前头，两边都是惹不起的，都只能小心伺候着。清婉细细把自己的处境捋一捋，便决定听思和的建议，顺着王夫人的意思去2少爷那讨生活。与其在大夫人这死的不明不白的，还不如主动去搏一线生机。反正就算王夫人不逼他，2少爷也会想法子让他主动过去。房嬷嬷曾同他讲过，2少爷是不会轻易罢手的。房嬷嬷的话他是信的。第2日清晚起了个大早，从箱子里翻出一件16裙，这是他最得体的一件衣裳，鲜亮的颜色衬得他越发的白皙明艳。他细致装扮一番后，装作欢喜的样子去找了王嬷嬷。昨儿思和姐姐给奴婢指了个好去处，奴婢明白该去大夫人那先谢恩。王嬷嬷见他眉开眼笑的，这是想通了，姑娘好福气，随老奴来。夫人在正厅，他由嬷嬷领着进正厅时，王夫人刚用过早膳，正在喝茶。嬷嬷含笑道，清婉是个懂规矩的，非要来给夫人磕头谢恩。清婉应声跪下，郑重地磕了3个响头。奴婢感念夫人大德，无以为报，愿意去伺候2少爷。王夫人用手运着茶盖，看不出悲喜，悠悠道，是个有分寸的好孩子，放心去吧，你家里人我会差人照拂。说罢，他又朝身边的嬷嬷开口，还是按规矩，先领去老太太那禀报一声。清婉感激的又磕了几个头，便由嬷嬷领着往老太太的静安院去。2少爷小时候是老太太带着的，是以往他房里添人，还得老太太做主发话。老太太这边因最近睡得不好，白天里总是昏昏沉沉的，正倚在榻上小憩。王嬷嬷进去通报后，出来传话，老太太正在休息，就不必进去请安了，说是给姑娘的赏就用先前的。不多久，房嬷嬷从寝室出来，手里端着备好的2匹料子和一个簪子，交与清婉。姑娘去了定安院，凡事要谨守本分，用心伺候，不可怠惰。清婉接过托盘，微微侧身行礼，多谢老太太赏赐。嬷嬷的话，清婉记下了。其实清婉昨夜已同房嬷嬷说过，自请去2少爷院里伺候，想必房嬷嬷早已把话传给老太太了。上次清婉当面驳了老太太的旨意，不待见她实属正常。当日王夫人便安排清婉住进了定安院，同她一起过来的
还有丫鬟小琴，做了二少爷的通房丫鬟，她也算半个主子了。王夫人便拨了个使唤丫头给她，跨过一个石质的圆拱门，便正式进入定安院内了。三进式的院落很开阔，院内除了用几株矮松隔出通往正厅的走廊来，不见其他盆栽，更无一株花卉。院落正中央搭了个宽阔的演武场，武场一端挂着3个箭靶，其中一个箭靶上还插着一根箭，正中靶心，箭头有一半都穿进去了。旁边一个多手的人形木桩，棱角圆润，像包了一层浆，看得出是经常有人在用的。主屋旁边设有书房、兵器库，离主子住得最近的，竟是贴身侍卫向甲的房间。这个院子的布局跟将军府其他或雅致或辉煌的阁楼不同，多了一份肃穆，少了一份烟火气息。出来迎他们的是位40岁左右的妇人，她系着围裙，一身粗布衣长，四肢粗壮有力，面色红润有光泽。她用围裙擦了擦手，微微欠身道：“苏姑娘有礼了，先随我去西厢房安置吧。”定安院没有管事嬷嬷和大丫鬟，下人们干活平日里都是听主子的贴身侍卫向管家吩咐。今日二少爷和向甲皆外出办公未回，王夫人又提前差了人来吩咐。厨房里管事的谢妈妈便出来迎了迎，谢妈妈将清婉领去西厢房便退下了。上次来的秋月姑娘也没见主子多重视，还因为点小事挨了板子。屋里的这位还不知能待多久，这半个主子也不急着巴结，在西暖阁安置下来，王嬷嬷便回去复命了。小琴倒真是个干活的，跟着清婉一起，没多久便将屋子收拾出来。她又去后厨沏了茶，端了一碟子瓷白的糯糕点来。姑娘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忙活了半天，两人午饭都还没吃，这时早已过了饭点了。你也饿了，一起吃吧。清婉招呼，因清婉还未正式夜间伺候二少爷，名义上还是丫鬟，两人倒也不分主仆，将一碟子糕点分着吃了。肚子填饱后，清婉就有些犯困了，她倚在榻上想睡一会，身子已经乏了，脑子里却歇不下来，今晚还不知如何应对呢。苏清婉揉了揉太阳穴，人清醒一点了，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。她强撑着起来，用帕子擦了脸，回头去叫小琴，只见她已经趴在床榻边打起了盹。清婉便一个人往厨房去了。厨房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个婆子在那择青菜。她弯下腰来，恭敬地打听道：“嬷嬷这摘菜的手法好利落，不知院里的主子平日里爱吃些什么？”婆子倒是淳朴爽快，老奴可不是什么体面的嬷嬷，院里的人都唤老奴抱婆子。主子爷吃食上并不讲究。见他爽朗，清婉又问道：“鲍妈妈可知主子爷平日里何时回院子？具体时辰老奴不知道，一般是日落时分。”清婉得了答案，从衣袖中掏出一袋盐焗瓜子来，这点瓜子鲍妈妈当个零嘴嗑着玩。姑娘客气了。说罢，她也不推脱，接过瓜子闻了闻，好香，姑娘自个儿炒的，添了桂角一起炒的。鲍妈妈您尝尝，喜欢的话，我下回再给您炒。鲍婆媳放下手中的菜，将瓜子放进嘴里嗑起来，真香，好吃。那您先吃着，我去厨房瞧瞧，做点豆包。约莫到了主子爷下朝的时辰，清婉带着小琴早在石拱门口候着了。日暮暗下去，二少爷才当值回来，身边跟着的向甲捧着一大摞书册。清婉恭恭敬敬屈膝，把头压得低低的，轻声道：“奴婢苏清婉见过二少爷。”林冷商似是停顿了一下，却没给他任何回应，径直朝大厅去。大厅内，林冷商将册子上几个栅栏画上圈，递给向甲。丘列外围用这几个样式的栅栏。向甲捧着书册走到门口，又被林冷商叫回来，去查一下苏清婉事无巨细。清婉这边见李备无事后，他也不恼，转身就安安静静去了厨房。灶台上热气腾腾的馒头刚好出锅，谢妈妈掀开蒸笼，惊喜的道：“苏娘子这手真巧，这橘子这小猪捏得活灵活现的，不过是些取巧的玩意，不值当一提的。”谢妈妈切丝的刀工，那功底才叫深厚。听得这么一夸，这妈妈露出个骄傲的笑容来。她切丝的手艺可是老太太都称赞过的。清婉挑了4个橘子模样的馒头，用碟子装了，又将那清蒸的鲈鱼用剪碎的荷叶点缀上，其余各色菜式都精致的渲染了一番。摆盘完成，才和小琴仔细的端去饭厅。其实谢妈妈早跟她说过，主子对吃食并不讲究，只是她现下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讨人欢心，便从这吃食上下功夫吧。林冷商看着这精美的一桌菜式，心想着华而不实的东西。试过几道菜后，味道确实比之前有长进。那藕片裹着糯米粉子煎的团子，外酥里脆，之前厨房从未做过，便多尝了几个。清婉在旁伺候着，心里默默记下二少爷喜欢的菜式，多是些重口味的，那清淡的几样几乎未曾动筷。林冷商用过饭后，心情似乎不错，在书房翻了会书后，还在院子的演武场上练了套拳。清婉回厨房忙了会，将明日要用的食材提前准备好，将时间磨到了晚上。这个点该去伺候主子爷歇息了。清婉开始紧张起来，以前伺候三小姐一般是打洗漱的水来，小姐净过脸后，将钗环卸下，头发理顺些，脱了外衣便就寝了。伺候主子爷不知有何讲究，毕竟院里的嬷嬷也没同他讲过，他便按着三小姐的惯例，将洗漱的水端了进去。寝室内，二少爷已经在等了。清婉将净脸的帕子打湿了再拧干，低头恭敬地递过去，请主子爷净脸。林冷商自然而然地接过帕子，将脸擦净后，又在手上抹了抹，才递回来。清婉接过净脸的帕子，洗净挂上后，尴尬地立在旁边。他
捏着裙摆，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平缓些。奴婢伺候二少爷歇息，心里想的是冷静冷静，实际嘴上却是磕磕巴巴，音量也一个字比一个字低，倒是有些生涩又可怜的韵味。小脸紧张的红扑扑的，活脱脱一副娇羞少女模样。她嘴上说着伺候，脚步却不敢朝二少爷挪动半步，她在等待他的指示。林冷伤一边解着衣服的纽扣，一边转过身来，本以为他已经退下了，回头却见他还不知所措，捏着衣角立在那里，瞧着他这副娇羞的小模样，他露出一抹狡黠的瑕疵来。林冷伤颇有些玩味地俯视他，过来。清婉听的吩咐，哆哆嗦嗦地上前，按照伺候三小姐的惯例，去解二少爷前襟的盘扣。一靠近主子爷，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他感受着这种冷冽的压迫感，思绪被拉回到那一晚，痛苦和羞臊的回忆涌上心头。他并未抬头，却能真实地感觉到眼前的人正在审视他，如同猎物看小羔羊般。这种审视有玩味有嘲弄，毕竟前几日他才当着老太太的面拒绝了这份差事，如今又巴巴地主动求过来，在主子爷看来，可不就是该被嘲笑的软骨头吗？周围的空气都透着紧张，他还得强装镇定，缓缓地给主子褪去外衣。忽的，林冷伤握住他哆嗦的手，压低了身子，在他耳畔吹气低语：“接下来该干什么？”清婉呆呆地愣在那里，一股暖流从他的掌心传来，他粗糙的手掌宽大而有力，将他柔嫩的小手整个包裹住。他知道主子这是要他放低身段主动些，怕是上一回在老太太处开罪了他，这香还记着呢。清婉便顺着他的意思，微微欠身，柔顺的道：“奴婢全凭主子爷吩咐。”瞧着眼前柔顺乖巧的人，低垂着脖颈，露出白皙的肌肤来，声音虽是规规矩矩的，在他听来却自有一股媚态。林冷伤的喉结不自然地滚动几下，他克制了几分反应过来，忽地厉声呵斥道：“滚出去！”清婉先是愣了一下，这二少爷的性子还真令人捉摸不透，毕竟前一秒他已经做好被掳去床榻的准备了，甚至他都打算缓缓闭上眼睛，接受一切。忽而听得滚出去三个字，虽然语气很不好，待他反应过来，只觉这几个字却犹如天籁。他如获大赦，飞快地朝门外奔去。看着他落荒而逃的小背影，林冷伤露出个满意的笑来。刚才见着他娇羞温顺的小模样，差点把持不住。在查清楚他的来意前，他还不能留他，毕竟秋月的例子就在前头。清婉埋头飞奔回自个儿房间，他拍着胸口顺了顺气，还好有惊无险，入不了二少爷的眼也挺好。伺候这样一个阴晴不定、性子暴戾的主子，能躲远点就躲远点吧。在定安院做一个普通的小丫鬟，总比通房丫头强。时间一长，大夫人见她毫无寸进，便有可能弃了她，忘了她这个小角色，她就有可能在被遗忘的小角落里安稳地待到出府。天蒙蒙亮，厨房内，谢妈妈揉着惺忪的睡眼进来：“苏娘子，你怎么起得这么早？这又是忙活什么新鲜玩意呢？”清婉和小琴已经起来半个时辰了，正在做热辣辣的油泼面。二少爷喜欢重口味的，普通的早点多是小粥青菜，配上各色包子点心，口感清淡。清婉便想着做点不一样的，这份油泼面还是跟思和学的，在思和老家，这油泼面是特色美食。他将面皮子切得宽宽的，用开水烫熟后，用冷水凉过备用，把油烧开，滚烫烫的淋在辣子、生姜、香料上，再放上酱油、陈醋上色调味，配上胡萝卜丝、芹菜丝、黄瓜丝，把热油淋好的调料放进去和匀了，一大盆油泼面就做好了。这种大热的天气，吃点凉拌的油泼面最舒服了。清婉盛了一大碗出来，跟青州包子点心一起送去了主子饭厅。这是奴婢新学的油泼面，主子爷尝尝合不合胃口。布置完桌上的早膳，清婉恭敬地退到一旁，林冷伤也不答他的话，就像昨日在院门口般，直接将他无视了，仿佛昨晚的事没有发生过一般。清婉的提问虽没被回应，但看着主子爷吃面的样子，味道应该是不错的。林冷伤吃面的样子实在称不上文雅，大户人家的少爷吃饭都是慢条斯理的，他却像贪吃的小孩，遇到喜欢的零食般，只管将食物往嘴里送，吃得呲溜呲溜的，嘴角也挂上了油光，动作看起来粗鲁，看的人却很容易被勾起食欲，就是很美味很好吃的样子。厨房还剩下一些油泼面，清婉盛了一碗出来，谢妈妈，你也试试这新口味。谢妈妈也不推脱，吃了面条后直夸苏娘子真是好手艺。小琴也盛了一大碗，配了些其他，给向甲端过去了。这丫头倒是对向甲格外上心，每回有可口的吃食，都会给他送去一份。也难怪，向甲也是孔武有力、粗犷不羁的汉子，颇有男子气概。他又深受主子爷信赖，往后前途不可限量。寻常女子若是能得向甲青睐，怕是比主子爷还好些。毕竟嫁给向甲，还有机会做正头娘子。清婉在屋内正打着烙子，小琴急急地跑进来，喘着大气：“王嬷嬷来了。”清婉起身准备去屋外迎一迎，远远的就看见王嬷嬷用盘子端着碗汤药，面无表情地往他这边来。清婉出了屋子，恭敬地立在门口，待王嬷嬷走近了，她将腰弯了腰，微微侧身行礼：“苏娘子进去吧，咱们屋里说话。”王嬷嬷也不看他，一边说一边不停脚地径直往房里去。嬷嬷是来送婢子汤的，按规矩，通房丫头伺候少爷后，主子都会赏婢子汤。京城里有门脸人家的少爷，定不会在正妻进门前弄出庶子庶女的，但都会那一个通房，只是为了让少爷出通人事，不至于大婚时一窍不通。进了屋，王嬷嬷将汤药往清婉面前一送：“这是婢子汤，请苏娘子喝了吧。”听得婢子汤三个字，清婉顿时红了脸，她诺诺地解释道：“
二少爷并未换奴婢贴身伺候，嬷嬷瞧他这神情，也知他并未撒谎，只是碍于王夫人的吩咐不好交差，便正色道：“这汤药能管3、5日，夫人还等我回去复命呢。”既是王夫人的意思，便不好再推脱了。清婉直接端起药碗，大口大口地灌起来，药味难闻，还带有一股子苦味。喝完药，他用帕子擦了擦嘴角，又自个儿用手顺了顺胸口，才略略好受些。王嬷嬷见着空空的碗底，露出个满意的笑来。苏娘子是个懂规矩的，送完药，她也不急着走，又在清婉身边走了一圈，上下打量着，太朴素了，须得在容貌上下些功夫。清婉太早起床准备早点，就还是从了以前丫鬟的习惯，随意挽了发髻。奴婢自知姿色平庸，只怕打扮了也入不了主子爷的眼。王嬷嬷露出个高深莫测的笑容来，她附到清婉耳边，交代了几句私房话，羞得清婉顿时耳根都红了。姑娘家哪有这般主动的道理？虽不赞成，她面上还是恭敬地应下了。多谢嬷嬷提点，清婉记下了。王嬷嬷又絮叨了一些做通房的本分，说再过几日再来赏汤药，才端着托盘离开。待王嬷嬷走远了，小琴忙端了杯热茶递过来，姑娘漱漱口，去嘴里的药味吧。清婉就着茶水漱了口，又从罐子里捻出一粒蜜枣吃了，胃里才好受了些。如果不小心怀上二少爷的孩子，那后果不敢想。听王嬷嬷讲的规矩，有了孩子是绝对不能留的，如果落胎，那会极其痛苦，还可能丢了性命。清婉后知后觉得吓出一身冷汗。上一次她被强迫时，并未喝避子汤，当时她一个姑娘家不懂这些，纯粹是运气好。第2个月，月事如期而至，只是今后这避子汤得按时喝着，一次也不能落下。喝完那一大碗避子汤，没多久清婉便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在屋里竟热得有些冒汗，她便寻了把摇扇，一个人出了屋子，想去院子里吹吹风。院子侧角有棵大大的梧桐树，树下有几个矮凳和一方石桌。清婉见旁边无人，便将衣服的领口松了松，微风拂过来，将脖梗的碎发吹起，凉飕飕的舒服多了。她在石凳上坐下，微眯起眼睛，仰起头来，享受着这股凉风。突然眼睛被什么光芒闪了一下，她微微睁开眼，只见不远处有一方很小的池子，光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，五颜六色，甚是好看。清婉不自觉地被吸引了，摇着扇子要过去看个究竟。这是一方很小的池子，里面没养鱼，也没种绿植，只铺着各色五彩的石头，将池子占了大半。池水浅浅地没过石子，有些没铺平的彩石露出半截来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出各色光来，像是一个大号的琉璃盒子。清婉在里面寻了5块圆润的石子，红、绿、黄、黑5彩，在手里把玩着这些石子，他想起小时候的游戏来。那时候他还没进将军府，统领里的玩伴最爱的游戏便是又哭又笑石头人，将各色的石头赋予一个演绎表情。红色是大笑，绿色是面无表情，黄色是愤怒，黑色是大哭。摸到彩色的石头便能分配其他人扮演的表情，他演的最好的便是大笑，只需要将嘴角微微翘起，眼睛眯起来，他的小酒窝和月牙眼便将开心的情绪演得活灵活现。最不擅长的就是大哭，他努力做出要哭的模样，只是努努嘴巴便会出现小酒窝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哭，所以每被分配到黑色的石头，表演大哭都会被小伙伴投票成最后一名。但是他也有笑腻了的时候。5岁刚入府那年，他还没在房嬷嬷处学规矩，也没被分到3小姐呢。将军府好大好新鲜，房嬷嬷去老夫人那当差了，他就悄悄地溜到园子里去玩。在竹林的小角落遇到个小男孩，10来岁样子，他一语不发，一个人在那打竹叶玩。他过去逗他，问了好多话，小男孩都不搭理他。那时候的他也确实无聊，饶是一个不理会他的小男孩，他也上赶着找人家玩。最后还是他拿出石头邀请他玩石头人游戏，他才点了点头。小青婉本想故意捉弄他，努力去抓彩色石子，好给他分配黑色的石头让他扮大哭，但每次都失败了。那彩色的石头仿佛是长了眼睛般，都被小男孩抽去了。每次他抽到彩色的石头，就将那红色的石头分配给他，让他笑。他自然知道自个儿笑起来极可爱，可是笑久了脸颊也会发酸，笑容也会僵硬。小男孩只是那样看着他笑，面无表情的，只有等他笑得实在支撑不住了，他才会满足的挥挥手喊停，似乎捉弄他才是这个游戏的乐趣。也怪自己那时候小，喜欢跟大孩子玩，每日被捉弄，还是每日巴巴的跑过去找他玩游戏。再后来，房嬷嬷腾出了空来管教他，溜出去玩的事被发现了，他被罚打了手板。学完规矩后，他便被分配到了3小姐院里，随身伺候3小姐，就再没机会溜到院子里到处玩了。回想着这些，清婉不自觉地露出个童趣的笑来。林冷商用过早膳便会出去当值，向甲也跟在身后，晚间才会回来。一天里，主子在院里待的时间不多，清婉和小琴白日里不用伺候主子，也没有嬷嬷管着，挺自由的。他们俩便一头扎进了厨房，费尽心思研究些好吃的。每回端上新菜式，清婉就等着看主子试吃的反应，幸好多数是成功的。林冷商吃饱了，偶尔会跟侍卫对打一番。演武场上不时有爽朗的笑声传来，只是主子爷对他依旧冷着脸，话也没一句。谢妈妈在厨房清闲下来，又能日日学新鲜菜式，便自觉对清婉热络了几分，时不时也会聊些院子里的闲事。秋月不是被打死的，他是被毒死的。谢妈妈小声说，那执仗小厮是他的外甥，外头都说人是被他外甥打死的，真是冤枉。
秋月死于中毒，是仵作当堂验出来的。外头的流言蜚语却没人提中毒这茬。小琴便顺着话茬问下去，秋月姐姐是犯了何事，要挨板子还要被下毒？谢妈妈摇摇头道，不知道，肯定是犯了大错，才遭了主子的厌弃。小琴还想再问下去，被一旁的青婉打断了。主子的事，咱们做奴婢的少议论，以免惹祸上身。谢妈妈和小琴自知青婉说的是事实，便不再出声。林冷商书房内，向甲拎着本厚厚的卷宗进来禀报，主子，苏姑娘的事查清楚了。说罢，他将手上厚厚的卷宗递给林冷商。林冷商打开卷宗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青婉的信息：生辰、年龄、家中成员、何时入府门、犯过什么错、得过什么赏，事无巨细。他将卷宗大概扫了一眼，淡淡问道：他近1个月可有异常？向甲早就摸查清楚了，在主子身边待久了，一件事的重点在哪里？事办多了，自然知道，便将苏轼由引荐信入学堂的事点了出来。苏家在京无固定居所，无稳定谋生手段，哪来的银子入学？引荐信由京城有名的大私塾先生所写，苏家与此人并无往来。府外的事情好查，府内的事向甲却没发现有用的线索，只得将查到的信息如实禀报了。府内只从杂役婆子那打听到，苏姑娘20几天前就被调离了3小姐处，人是老太太发话，按照通房丫头的分例打赏了，命王夫人安排送过来的。主子会不会又是王夫人那边安排的人？向甲推测道。林冷商对这个猜测不置可否，冷笑道：原来是躲到我这来了。他这个嫡母还是那么肆意妄为，当他是当年那个不得宠的小庶子，竟将那些不入流的后宅手段用在他身上。那日王夫人唤他去琼华阁核对老太太受礼的宴客名单，去时王夫人并不在厅内，这时他已心生警惕，约好的时间他不在现场才更好施为，方便事后撇清关系。厅里只有丫鬟招待他，大夫人去老太太处请安，已在回来的路上。二少爷稍等片刻，接着便有丫鬟端了精美的糕点，上了茶水来。那日丫鬟们的打扮过于精致好看了，厅堂上还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异香，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。林冷商露出一抹狡黠的冷笑来，他每日服用百草解，自然是不惧的。小时候他不受爹爹宠爱，整个后宅又是王夫人一手遮天，即便聪明如他，找到了老太太这座靠山，也难防范王夫人的各种手段。小小年纪选择去军中历练，一来是远离这个是非窝，二来是积累自己的势力。事实证明，他的选择是对的，一直留在将军府是没有出路的。这次他倒要瞧瞧王夫人玩的什么把戏，深入局中才能捕获关键线索。夏日里他赶路过来，确实有些渴了，那丫鬟递过来的茶水，他便顺着浅浅喝下几口。不出所料，在厅里等着等着，他莫名的燥热起来，看到旁边候着的丫鬟，有了一股莫名的冲动，他豁然起身，抬腿就往外走，跟外头的向甲吩咐了几句，才又晃着身子慢慢往前走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想要的人刚好一并拿下，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廊上，他远远地瞧见一位衣衫单薄的美人立在那里，微风吹拂着她的发丝，如梦如幻。待林冷商走近了，秋月用一双含情脉脉的杏眸看着他，微微侧身行礼，露出白皙的肌肤来。他轻柔地唤了声二少爷，只让路过的人听了，苏进骨子里。这时的林冷商看他，只觉风情万种，柔媚至极。秋月缓缓起身间，一个没稳住，娇羞地跌进他怀里，他便顺势搂上他的腰。此后任由秋月牵引着进了个小房间，小房间里好大一张床，空气中弥漫着更重的迷香味，似乎还混着毒气，好歹毒的心思。林冷商在房间内跟秋月虚与委蛇片刻，取了些迷香，便强撑着毅力退了出来。出了房门，他大阔步往前，直奔小梦园。向甲早在园子里候着了，见自家主子进来，他上去扶了一把，低声道：那姑娘正准备沐浴，走，带我过去。林冷商便由向甲领路，到了清婉的浴房门口，他转身朝向甲吩咐：你到别处等着。他自己则抬脚进了浴房，等那个眉眼弯弯，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孩出现。那张笑脸看起来熟悉又温暖。他回府第2日，在老太太处见到他时，便有了这番心思。在他进门的那一刻，他的血液加速沸腾，在那浅浅的一笑里彻底失控。等醒过来，早已不见他的踪影，只有地上旖旎的痕迹，证明着他来过。经此一事，王夫人谋害他的手段、物证、人证均到手，是必往老太太那一摆。此后他的婚姻大事便由不得王夫人插手半分。清婉这边因为一直没能成功侍寝，王嬷嬷过来提点的便很勤快，逼着她每日在梳妆打扮上费功夫，走路时腰要扭起来，说话时声音要娇柔些，按照王嬷嬷的吩咐，硬是将她打造成了一个狐妹子模样。可是二少爷也不曾多看她一眼。这一日，王嬷嬷来的比以前早，她笑盈盈的进门道：姑娘好福气，大夫人让您过去挑件蜀锦料子的成衣，那可是上好的料子，咱们小姐1年也做不了几件。清婉心知多半有坑，便委婉的拒绝：奴婢谢夫人恩典，只是出身微贱，不配糟蹋那么好的衣裳。嬷嬷像是没听见般，只顾唤了身边的小琴来，快给苏娘子换个新发饰，就用前日那款双发髻，额前溜着点头发。说罢，他又亲自在妆匣中取了一大朵绒花，给清婉装点上，左右打量一圈，才露出个满意的笑来。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清婉照了照镜子，活脱脱一个媚主的小通房模样，
还学的是那勾栏样式，不知道这又是要演哪出。待来到王夫人的琼华阁，嬷嬷先领着她进了一个小偏房，衣柜旁的架子上确实挂着3件成衣。第一件绿色为主，点缀着小黄花，衣型偏瘦，充满书卷气息，这一看就跟二小姐很配。第二件绣着大朵大朵鲜艳的石榴花，领口偏低，看着热情奔放，衣型跟她倒是匹配。第三件青灰色，只有零星的几株兰花叶点缀，她倒是能穿，只是颜色不像她这个年纪能驾驭的。说是挑选，其实只有一件是专门给她的，也是她一个小通房，哪配浪费这么多上好的料子。嬷嬷将第2件取下来，在青婉身上比划着，我看这件跟姑娘很配，这鲜艳的颜色衬得拟人比花娇。青婉便顺势选了那件，嬷嬷好眼光，那就这件了，您给我包起来，我先去夫人那先。嬷嬷却不急，继续比划着，急什么？你先试试衣服，穿着去给夫人先，岂不显得诚意？青婉推脱了几次，拗不过嬷嬷的热情，到底是换上了那件石榴裙，红彤彤的颜色，衬得她气色格外好。如果领口不是那么低，这可真是件好衣裳。青婉换好衣服，嬷嬷又将她的发髻理了理，才领着她去王夫人处谢恩。不巧，俩人在走廊上遇见了贵客。王夫人正陪着宁国公府的国公夫人朝这边来，走廊上空间有限，她便同王嬷嬷退到一边，侧身屈膝行礼，原本给主子们让道，在原地行礼即可，但王嬷嬷却在主子们到跟前时开口，奴婢给国公夫人请安。国公夫人本来没瞧他们，王嬷嬷这一开口，她便往这边看了一眼。苏清婉的打扮确实让人眼前一亮，这衣服领口本来就低，这么躬身一行礼，越发的显形了。这发饰不仅溜着头发，还别了一朵艳俗的大绒花，十足的勾栏样式。王夫人见她的眼神落在青婉身上，便顺势尴尬的在一旁介绍，这是我们家上二屋里伺候的。青婉不敢作声，不敢抬头，只能把膝盖再往下压一压，把行礼的规矩做足了。这一身装扮，在国公夫人眼里瞧着，已然是一副轻狂浪荡样，若再开口说话，指不定怎么误会她。王夫人接着又补充道，商儿是个有主见的，先前老太太安排过去的竟被他发卖了出去，这个是他找老太太主动求的。国公夫人虽没说什么，表情已经露出比一根不满来。通房丫头都是长辈们安排给少爷出通人事的，还未大婚，长辈一般都会安排规矩懂事、相貌普通的，等新婚妻子进了门，才不影响小两口的感情。这个通房看起来一副魅惑轻佻的模样，还是少爷主动求的，多少有些出格。待国公夫人和王夫人从廊上远去，嬷嬷才慢慢起身，她瞧着远去的主子，正了正身子，夫人今日待客，怕是没工夫见你了，你先回去吧，那奴婢就先回定安院了。青婉松了一口气，低头快步往回走，生怕路上再生出别的事端来。她只觉出来陪他们演这一趟戏好累。作为败坏少爷名声的工具人，王夫人是满意了，可得罪了林冷伤，她又该如何自保？不会像秋月一样挨板子，被赶出去吧？回到定安院，青婉立马将那身衣服脱了，压在箱子的最底层。小琴进来时，只见青婉在叠裙子，石榴裙用了上好的料子，鲜亮的颜色，她忍不住赞叹，这裙子真好看。苏娘子怎么放在了柜子最底层？正因为太漂亮，平日里不舍得穿，才珍藏起来。小琴有些不明所以，漂亮的衣裙不是就该常穿吗？这样主子爷才会喜欢呀。用过午膳后，青婉躺在床榻上，想起今日发生的事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思虑片刻后，还是觉得林冷伤这边不能糊弄，不如主动坦白了，兴许还能减免些责罚。晚间伺候完林冷伤用膳，小琴将碗碟收了，屋里只剩下主子爷在喝茶。青婉端了一碟子蜜瓜，一碟包好的石榴子进来，待放下果盘，青婉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她双手扑在地上，将整个身子匍匐下来，额头贴地，先磕了几个响头，把样子做足了，才诚恳地开口：“奴婢有错，请主子爷责罚。”她这个挂名的小通房，在国公夫人面前丢了主子爷的脸面，虽是王夫人有心利用，她一个奴婢无力反抗，但谁会在乎这个？林冷伤微微皱眉，冷冷地俯视她。犯了何错？说来听听。青婉便将今日如何被王嬷嬷带着去选衣服，又如何这般恰巧地遇见国公夫人，还有王夫人添油加醋的那些话，一五一十地交代了。说罢，他就战战兢兢等着主子爷的反应，没有想象中的暴风骤雨。安静片刻后，林冷伤只淡淡地吐出3个字：知道了。青婉还等着他继续说些什么，微微抬头，只见主子爷正悠悠喝着茶，一手拿着书卷，看得出神，没有再开口的意思。这就不追究了，奴婢日后定当谨言慎行，不给主子丢脸。依然没有回应。青婉在那跪了一会，确定主子也没有其他指示了，才默默地退了出来。退出来后，他回想着主子的答复和表情，看不透，完全看不透，只淡淡地说了3个字，仿佛这件事跟他无关似的。不过主动认错，主子没有处罚他，便很好了。看来这些日子的美食没白做，讨好主子爷还得慢慢来。眼下虽然处境艰难，王夫人那还要用他，暂时不会怎么样。二少爷这边只要用心伺候着，虽然对他冷着脸，来了这么些日子，倒也没被怎么罚过。他瞧着院里的下人们，对主子爷似乎也没那么畏惧，并不像外头传的那般邪乎，只要规规矩矩把分内的事干完了，那偶尔偷懒休息的婆子也没见主子爷责罚。国公夫人寝室内，郡主依偎在国公夫人怀里娇声问：“娘，你去将军府见到救我的那位小将军了吗？他人如何？”
国公夫人轻抚他的背，将军府二公子今日当值，不曾见着。三公子倒是见着了，样貌和性子都不错。今日去将军府，王夫人特意把三公子叫过来请安。在外人看来，郡主这样的身份确实跟将军府嫡出的公子更配些。他瞧三公子的言行举止，果然如传闻中一般，是个端方君子，温文尔雅的。国公夫人还想再美言三公子几句，郡主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娘，我是要你去看二公子，那三公子如何，与我何干？”国公夫人也不恼，她生有三子，只得这么一个小女儿，平日里娇宠惯了，她怎能不清楚女儿的小心思？郡主自那日从街上回来，便着人四处打听，就他那位小将军是哪家府上的公子，她时而患得患失，时而开怀欣喜，这副少女怀春的模样，就连府里的下人都能看出来。她这当娘的怎能不知？只是去那将军府走上一遭，便被泼了一盆冷水。那林家二公子是庶出，婚前便有2个通房，打死一个，还有一个轻浮的不像样子。偏这个轻浮的小通房还是他主动求的，他又是武将，性子粗犷，对贴身伺候的人动辄打板子，不如意就发卖出府，与京城温润如玉的贵公子比，相去甚远。到底是没有嫡母教导过的庶子，行为出格是骨子里自带的。宁国公府已故的老太爷是前朝宰相，如今的国公爷虽已从内阁首辅退下来，府里的3位公子都还在朝中任要职。国公府的门楣，就算是将军府嫡出的继承人，也算是高攀了。他给女儿挑夫婿，门第不是最主要的，重要的是人品好，性格温和，能好好待他女儿。林家二公子是庶出，屋里还养了个不成体统的通房，他性子又粗犷，娘觉得不妥。什么性子粗犷？他那是武功高强，庶出怎么了？他还不是立了军功当了将军？郡主反驳，他知道女儿的性子，越劝他越不听，便只能退而求其次。你若还是执意要去看，下个月林老太太生辰，你也随我去赴宴吧。只有让女儿亲眼瞧着他那不成体统的屋内事，才能打消他的念头。郡主开开心心地将脑袋在国公夫人怀里蹭了蹭，还是娘待我最好了。国公夫人这边却是满面愁容，要如何才能绝了女儿的这门心思？得了上次的教训，清晚这几日便老老实实的待着，不曾出过定安院。她翻出一大块透气的软纱布料，叠了足足有5层，又用细细的麻线那密实了，剪出个鞋垫子模样来，又用青丝线锁了边，没有图案点缀，一双轻薄透气又柔软的鞋垫就做好了。这是给二少爷的。清晚细致耐心地做了10几双。将军府绣房里统一出来的鞋底厚实是厚实，就是不够柔软。常规的棉质鞋垫，热天里穿又太容易出汗。府里的各位主子都由贴身丫鬟缝制。二少爷因院里原先只有几个粗使的婆子，一直都是用着常规的棉垫子，偶尔他换下来的袜子都进了汗水。虽是些微末功夫，因清晚做的细致，一个针脚不对都要拆了重做。10几双鞋垫子竟也用了清晚大半个月时间。主子不爱闻熏香，夏日里蚊子又多，他便提前1个时辰熏了蚊子，将纱帐放下带主子回来，烟熏味已散了。主子喜欢重口味的菜式，清晚便多给他泡去火的菊花茶。主子喜欢用凉水沐浴，但夏末天气深夜已漏凉意，他便将沐浴的水换成温热的。当了13年奴婢，怎么在生活上伺候的主子舒适，他最是清楚，在细节上下功夫，用心做这些不为别的，只求日后犯了错，主子能看在这份细致的照顾上，给他留些体面。若是没有错处最好，待日后出府，主子能宽容放行。若是能减免些赎身银子，那就更好了。清晚的这些妥帖的细节，林冷商都看在眼里，只是他向来都是个冷冷的性子，不喜言语，便也一直未曾表露。少时，母亲也曾这样细致妥帖地照顾过他。定安院内，因着清晚的到来，多了一丝烟火气息。再过3日，就是老太太寿辰。今日，府里出嫁的大小姐林月然带着4岁的女儿小雨提前回了娘家。只见将军府外，大大小小的马车停了7、8辆，除了前头1辆是坐人的，后面用红绸系着的军事礼品。前面最华丽的1辆马车上，由仆人扶着一位丰腴的少妇下来，马车内还有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，这便是大小姐林月然跟她的女儿小雨了。大小姐是将军府庶出的女儿，温姨娘生的。温姨娘是林大将军的第1个女人，由老太太做主，拨去大将军房里做通房丫鬟的。因性子温顺，又得了个女儿，便抬做了姨娘。大小姐只比大少爷小几个月，是王夫人怀孕期间，大将军耐不住寂寞，去了趟通房丫鬟温氏屋里才有的她。那时候的王夫人才入府1年，家中中馈还在老太太手里。后来又因王夫人生的是儿子，温姨娘只得了个女儿，也不算乱了嫡出庶出的规矩。林大将军虽宠幸了温姨娘，实则也没多将她放在心上。初为人妇的王夫人便也默默忍了这一桩，只是在为大小姐挑选夫婿时，王夫人到底还是用了私心，将她许给了徐家大公子徐朗为继室。徐家祖上原是务农的，从徐朗祖父辈开始经商，历经3代人累积，已是京城很有实力的富户。只是一大家子人做生意头脑灵光，读书却是毫无天赋，于科举路上一无所获。家中只徐朗捐了个虚职，按理说将军府出去的女儿，即便是庶出，也没嫁商户的道理，更何况还是个继室。徐朗比林月然大了整整10岁，只因那1年
大将军还在战场抗敌，遇着北边的蛮子绕后偷了粮草，后来虽及时发现，也损失不少，一时半会虽不受影响，长久下去肯定不行。大将军不想因此惊动皇上，一是年关将近，来偷粮草的多是生活不下去的百姓，里面混着些敌兵；二是常年的持久战，劳民伤财。大将军也动了议和的想法，若将此事上报，皇帝必然恼怒，下令再次攻伐也大有可能。王夫人便出了这个联姻的法子。将军府虽是自用宽裕，日常的开销也不小，支援作战粮草是笔大数目，不能将整个将军府都亏空了去填那粮草的坑。况且边关路途遥远，即便有那银子，将粮草送过去也颇费周折。徐家刚好在北边也有生意，采买自是方便，便从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。刚好他们徐家正缺个在朝为官的岳家提携，徐家大少爷的正头娘子为徐家生了一子一女后，前些年因病去世，这桩婚事便一拍即合，前后后定下来，仅花了10来天功夫。林月然被许给徐家大少爷做继室，此事直到大小姐出嫁前一天，温姨娘才知道，即便心中不满，也无力回天。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嫁过去就先当起了后母，前头娘子还留下了嫡长子，这日子想想都难熬。不过大小姐随了温姨娘的性子，柔顺谦和，在徐家因着娘家的地位高，夫家敬着，日子越过越好，竟比在家做姑娘时还胖了一圈，面色红润。此次她提前回府，只带了女儿。如今徐朗已由岳家提携，入职市舶司，任提举官，在泉州办职，一时间赶不回来。徐家这些年在仕途上也颇有进益，人人提起徐家，已不再是商贾之流，跟将军府的联姻，好处还是很明显的。大小姐又性子和善，跟京城的贵妇们相交，出手阔绰，渐渐的这徐家也入了京城的贵胄圈子。房嬷嬷早就在将军府门口候着了，见大小姐下了马车，便热络的上去迎了迎。大小姐可算来了。老太太巴巴地盼了一上午了，特命老奴出来迎接。林月然随手从马车里拿出个礼盒来，嬷嬷辛苦了，这是给你的。房嬷嬷也不推脱，笑容满面地接过盒子，谢大小姐赏赐。大小姐最是体恤我们这些下人了，劳烦嬷嬷将这些人领去老太太院里，将贺寿礼抬进去。给祖母准备的贺寿礼都是她细细挑选过的，有那值钱的大件，也有贴心实用的小件，还有些实心的小玩意可以赏人玩。夫家最不缺的就是银子。房嬷嬷得了吩咐，便领着一众小厮走大路去了静安院。林月然则由贴身丫鬟扶着，牵着小雨的手，绕园子里的小路往老太太那去。走到静安院廊前的竹林小径，二小姐、三小姐已经出院门来迎了。三小姐笑盈盈的开口：“大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，祖母正念叨你呢。”二小姐接过大小姐手中的妞妞，小雨又长高了，给姨姨好好瞧瞧。小雨奶声奶气地说：“二姨，小雨想吃上次的栗子糕。”好，你外曾祖母那还有好多，保证管够。小雨胖乎乎的小脸上顿时笑眯了眼。好爷，大小姐林月然宠溺的道，莫要给她吃太多，她最近又胖了不少。三姐妹热热闹闹的往正厅去，带给老太太请了安。抬贺寿礼的小厮婆子也来了，为首的嬷嬷光是念贺寿礼单，就足足用了1刻钟。老太太脸上挂满慈祥的笑容，打趣道：“你们瞧瞧，月丫头越发的阔绰了。”惹得二小姐和三小姐一阵憨笑。祖母林月然娇嗔，礼单唱罢，徐家的嬷嬷又端了2个托盘上来，上头盖着红布。林月然朝二小姐和三小姐道：“这是给你俩的梅花头面，一人一套，看看喜不喜欢。”二小姐将托盘的红布掀开，只见里头放着一套纯金打造的梅花头面，最难得的是镶嵌梅花的宝石，成色极好，散发着粉嫩的光芒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她微微躬身，笑着道：“多谢姐姐，这礼物太过贵重了。”三小姐也将托盘的红布掀开一角来，竟是跟二姐姐一模一样的梅花头面。她喜滋滋的道：“多谢大姐姐，这宝石闪闪的真好看。”两位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恭敬的上前接过嬷嬷手中的托盘，台里的小厮跟办完事的嬷嬷则由房嬷嬷招呼着去了偏厅歇脚。旁边的二小姐瞥见三妹妹盘子里的头面跟自己的一样，嘴角勾出个微笑的弧度来。两位妹妹，她是庶出，三小姐是嫡出，大姐姐竟未区别对待，得了大姐的这份体贴照顾，她便热切的招呼小雨到姨姨这来，带你去吃栗子糕。小雨迈着奶乎乎的步子，二姨最好了。老太太也招呼林月然上前，问了些家里的近况，得知一切安好，便宽下心来。如今你是样样都如意，只差给小雨添个弟弟了。老太太乐呵呵的道。大小姐林月然面露尴尬，她也迫切的想生个儿子，将在夫家的地位稳固住。奈何生小雨时因胎儿过大难产，伤了身子，大夫看了无数个，调理的药剂灌了许多副，身子是日渐丰腴了，肚子却一直没动静。徐朗因先前就有嫡子，庶子也有一个，便没有很急切的催促她。自从嫁过去，徐朗便在未纳过妾室，对她也算相敬如宾。林月然是真心想给夫君再添几个血脉。祖母说的极是，孙女正吃着药调理呢。林月然低头回答。祖孙说话间，王嬷嬷过来传话，王夫人的琼华阁专门为大小姐摆了接风宴席，请大家一块过去用午膳。虽是家宴，温姨娘和兰姨娘却并不在席位上。大小姐用过午膳，又陪众人聊了会家常。老太太先熬不住，要午间小憩了，由房嬷嬷扶着回了静安院。王夫人也乏了，姊妹几个便散了。大小姐哄睡了小雨，便去了温姨娘那。温姨娘早在院门口巴巴的盼着了，远远的瞧见大小姐过来，
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自从女儿嫁了人，他在将军府就越发孤寂了。他刚想开口唤一声女儿的小名，一张嘴就剧烈的咳嗽起来。大小姐赶忙过来扶他进屋，姨娘这喘症又犯了，快去拿枇杷膏来。早有那机灵的小丫头熟练的用枇杷膏兑了温水端进来，温姨娘喝了枇杷膏，又顺了顺气，才慢慢缓和下来。都怪女儿不孝，小时候太过骄纵。对温姨娘的这个喘症，林月然内心十分愧疚，只因她小时候喜欢将那冬日里的梅花剪枝插瓶玩。一日下雪天气，温姨娘不让她出门，她哭闹着非要梅花枝，温姨娘无奈，便只能自己出门给她去折枝。这一趟去了好久，回来时温姨娘双手冻得通红，眉毛上都凝着霜，晚间便开始高烧不退，流鼻涕咳嗽。后来病势好了，咳嗽的老毛病却没能根治。如果小时候不那么任性，下雪天也要那梅花枝，姨娘便不会得这颗疾。只是大小姐不知，大雪天去一趟梅园，怎么就会病得这样重？是因为她那时候小，也不懂什么养花之道，便只顾着将那开得最好看的一株剪得光秃秃的。那一株偏偏是大夫人最爱赏的朱砂梅。下雪天那日，温姨娘去梅园折枝，刚好遇到大夫人出来赏梅，看着光秃秃的朱砂梅树，又看看温姨娘手中刚剪的梅花枝，王夫人生了好大的气，罚温姨娘在雪地里跪了1个时辰，在雪地里受了寒，温姨娘这才回去病了一场。只是她一直未将受罚一事说出来，免得自家姑娘担心老毛病了。不，哎，是的。林月然听得温姨娘说话还是断断续续的，便拉过她的手道：“姨娘还是少开口，先歇会。”他知姨娘想听她的近况，便主动絮叨起来：“女儿近日什么都好，夫君升了官，在外头当值，这回没跟过来。小雨长高了不少，正在睡午觉了，便没带她过来。”他知姨娘是个爱操心的性子，便只捡着那开心的、好听的说。温姨娘听得一切都好，露出个放心的笑来。子嗣上也莫要担心，正吃药调理着呢。谈论到子嗣上时，温姨娘到底还是开口了：“你这身子，药也吃了无数，人都胖变形了。孩子的事就随缘吧，莫再折腾自己了。”林月然用帕子试了试眼角：“我知道的，姨娘放心。”说罢，温姨娘又语重心长的道：“若是有那温顺得体的姑娘，给她在那一房进门吧。”林月然尴尬的道：“女儿也曾建议过的，是夫君自己不肯。”温姨娘知道这是事实，便不再言语。对了，这次女儿带些补品过来，你记得炖了喝。说罢，她又从衣袖中抽出一叠银票和一个荷包来，荷包里10碎银子，平日里打点下人用。这银票你收好，看大夫也是要花钱的。温姨娘将东西推了回来：“你上次带回来的还没花完，进够了。”林月然用力地将荷包和银票塞进温姨娘怀里，拿着我才安心，女儿又不缺这些。温姨娘便不再推脱，将银子和银票仔细收进了一旁的柜子里。大小姐带过来的礼物都由嬷嬷陆陆续续送往了个院，大少爷院里人多，送过去的礼自然也多。三少爷跟二少爷的却是一样的。清晚在定安院待着，见嬷嬷将各色的礼品抬进来，他心里感叹：大小姐真有钱，有劳嬷嬷跑一趟，等主子爷回来，奴婢定会转告。嬷嬷笑盈盈地瞧着清晚，从一堆箱子里翻出个木质盒子来：“苏娘子，这是大小姐特意为你选的，希望你喜欢。”清晚先是有些惊讶，愣了愣神，大小姐真是周到，给她这个小通房也单独备了礼。嬷嬷笑着将盒子塞进她手里，愣着干什么？拿着。清晚瞧着手里的盒子，露出个笑脸来：“那就多谢嬷嬷了，要不要留下喝盏茶再走？老奴还要去别的院子送礼，就不耽误苏娘子了。”待送礼的嬷嬷走远了，清晚回了自己屋里，才将盒子打开，盒子里躺着的是一对素银的镯子。清晚戴在手上试了试，卷口有些大，带着沉甸甸的。大小姐在选这份礼时，显然是用过心的。通房丫头在打扮上需规矩低调，素银镯子装饰就很合适。若是家里遇到个紧急情况，拿出去折现也是极方便的。这礼物自然不是送给她苏清婉的，而是送给二少爷的通房丫鬟。嫁出去的女儿还得仰仗娘家的实力，在婆家方能过得舒心，不然林月然何以在徐家多年生不出儿子，依然能当稳这大娘子？丈夫连一个妾室也没在呢。将军府如今还能仰仗着他父亲林大将军的荣光。下一辈里，大少爷林宇辉因小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，落下腿疾，只在翰林轩当个闲散文职。三少爷林楚廷走的是科举的路子，虽说是嫡出的儿子，但将军府因武立足，他日后却是从文。只有二少爷林冷商继承了大将军勇猛的性子，靠自己在战场上拼杀出军功，如今已是御林军副统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这3位娘家兄弟里最有出息的便是林冷商，因为大小姐跟林冷商都是庶出，从小都是看冠王夫人脸色的，虽然也不见得有多亲近，比嫡出的那2位公子还是略好些。林冷商屋里伺候的通房丫头，大小姐自然也会高看一眼。晚间，林月然歇在了温姨娘院里，躺在床榻上，她却久久不能入睡。此次提前回娘家，一是给祖母贺寿，实则婆母还交代给她一桩事。徐家2房嫡出的小姐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已到了适婚的年纪，婆母有意将她说与二少爷林冷商为妻，两家亲上加亲，往后徐家跟林家的关系便更上一层。这实在是一桩很难办的差事。徐家跟林家本就门第悬殊，林冷商虽是庶出，但有军功在身，前途无量。
就是那名门望族的嫡出小姐也娶的，又怎会看上徐家的女儿？虽说徐家如今已脱了商贾之流，配将军府还是太低了，只是婆母既然提出来，他便只能应承着，只说先去祖母那探探口风。还有1日，寿宴就要开席了，府里众人都忙碌起来，府里的2小姐、2少爷、3少爷都到了适婚的年纪，是以这次宴请宾客名单比以往都要多，府里的长辈们都心照不宣，就着这场寿宴给小辈们挑婚配对象，有了这层意思在里头，府里的不仅搭台子，就格外讲究。晚间夜幕暗下去，在众人的忙碌中，总算布置的差不多了。薛少奶奶扶着王夫人在院子里巡视了一圈，点了几处让下人稍微改了改，才颇为满意的回屋歇息。翌日清晨，在锣鼓喧天的鞭炮声中，终于迎来了老太太的寿辰。这日林大将军跟府上的3位公子都告了假，孙女们也都聚齐了，加上薛少奶奶生的一儿一女，还有大小姐生的小雨，正是团团圆圆一家人，4世同堂来贺寿，一大家子好热闹。林大将军在京中本就颇具威望，昔日战场旧部，如今朝堂同僚，都是京城有头脸的勋贵人家。如今3位公子的同僚同窗也一并邀请了，是以熙熙攘攘前来贺寿的车马，竟将将军府门口的大街挤得有些拥堵，管家在门口迎客，唱里的就没停下来过，连歇会喝口茶的功夫也没有。偶有贵客来临，林大将军和王夫人会亲自到门口来迎，譬如那宁国公府夫人携郡主来时，就是王夫人亲自出门迎的。那些个未出阁的小姐由丫鬟扶着下了马车，也并未扭捏遮掩，一个个打扮的或明艳动人，或温婉贤淑，各有特色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那好奇心重的一堆公子哥也不去院子里，只在门口不远处候着，生怕错过了哪家花容月貌的姑娘。大眼国国风虽是重礼重规矩，但这借着寿宴相亲的风俗却是历来就有的，是以今日不拘亲近远疏，家中有那待婚配的姑娘公子的，有一丝关系能连着将军府的都登门来贺寿。年轻的公子小姐也并不设大方，虽未能直接靠近攀谈1、2句，容貌还是能窥得1、2，传递个眼神是不难的。院子里布置的喜庆又热闹，中央搭了大戏台子，戏班子正唱着杨门女将李，开头给佘太君拜寿的那幕，老太太特别爱听戏，正由孙子孙女们陪着听戏呢。林月然带着小雨，正给小姑娘讲那戏文里的故事。小雨年纪小，还听不懂这文绉绉的台词，有个小丫鬟急急地跑过来，在林月然身边附耳了几句悄悄话。大小姐听罢便起了身，她朝身边的2小姐道：“二妹，帮我看着点小雨，我去就回。”2小姐将小雨搂进怀里，二姨给你讲戏文好不好？小雨眨巴着圆圆的大眼睛，欢快的点点头。林月然这才放心的跟那小丫鬟往园子里去。园子里的一角，一位气质温婉贤淑的姑娘，早就由丫鬟扶着候在那了。林月然笑盈盈的走过去，妹妹可算是来了，叫我好等，先随我去祖母处请安吧。说罢，她又在徐韵耳边轻声低语，二弟也在那。徐韵是徐家2房的嫡女，此次前来，徐老太太已提点过她，那林家的2公子日后定是个有出息的，以她的美貌，再加上林月然的这层关系，或许能试一试。若能给2公子留下好印象，这门高攀的亲事也不是全无可能。徐家一大家子都是经商的好手，徐韵从小耳濡目染，她虽是闺阁女子，却也能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。这于她而言，于家族而言，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。是以今日，她也细细的准备了一番，倒不是说盛装打扮，要在容貌上惊艳众人，而是含蓄内敛，做了个温婉贤淑的装扮。她估摸着，能力出众的武将大多是喜欢温婉内敛的女子，况且林2公子是庶出，小时候少不得被嫡出的公子小姐压一头，那有主见性子张狂的，估摸着就是她的不待见的类型。徐韵微红了脸，却也轻挪连不由大小姐牵着往老太太那去。戏台上的武打小生正翻着筋斗，老太太看得起劲，连连拍手称赞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大小姐走到老太太身旁，弯下腰来介绍：“祖母，这是我婆家的堂妹，唤作徐韵，她准备了份贺礼，说要亲自送给您。”老太太便顺着她的指引，瞧见后头跟了个模样乖巧温顺的姑娘，见老太太打量着她，徐韵微微欠身行礼，祝老太太福如东海，日月昌明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起身后，徐韵从袖口抽出一副皮毛柔顺有光泽的护手来，这副水貂皮质的护手是小女自己缝的，希望老太太喜欢。因隔着些距离，房嬷嬷便上前将护手接过，递给了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接过护手，轻轻地抚摸着上面的皮毛，只见缝合处针脚细密匀称，看得出姑娘家是用过心的，女工细致，性子又温顺，是个好姑娘。来坐下听戏。这会子杨门女将的戏正唱到激烈处，老太太听得正起劲呢，徐韵便在林月然身边落座了。林月然又给徐韵一一介绍了其他姐妹，这是你2姐姐，这是你3妹妹，这是我婆家的堂妹徐韵。3位小姐微微侧身行礼，也算是认识了。介绍完2姐妹，林月然又指着不远处的林冷商，那是你2哥哥。徐韵不敢直视，只娇羞的点点头示意。林冷商也微微颔首，这就算认识了。徐韵眼角瞧着林2公子的模样，倒是如伯娘所说一表人才，只是他周身散发着一种上位者的威严，这于年轻公子身上是极少见的，让他端得生出一丝敬畏与紧张来。要说园子里最受欢迎的世家小姐，当属国公府的郡主跟忠义侯府的谢大小姐，前者身份尊贵自不必说，但是她那倾国倾城的容颜也足以令公子们多看2眼。忠义侯府的谢大小姐走的是才女风格，
她自带书卷气息，一言一行间皆透着舒适自在。坊间已有她的佳作在流传，这等女子最受文官世家追捧，有才情的女子教出来的孩子，定也是有出息的。因为自家姑娘受欢迎，国公夫人跟侯夫人身边就围了众多贵妇，有喊自家公子来露个脸的，跟小姐见上一面，彼此微微行个礼，这就算相识了。公子只能在行礼间大略看上一眼，就得实体的退下。郡主应付着贵妇们，眼神却不自觉地在人群中寻着林冷伤的身影。偏偏国公夫人在席间遇见了昔日手帕交武侯府的薛夫人，两人相谈甚欢，一时间没有要走开的意思。郡主远远地瞧见林冷伤在老太太那陪着听戏，周边已经陆陆续续过去几家小姐，都是由自家长辈领着，眼看着离林冷伤那近边的位置都没了，郡主内心急得跟什么似的，终于是熬不住了。娘，您带我到处转转吗？郡主小声抗议，国公夫人哪能不明白她的小心思，再不依她，怕是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，只得无奈地摇头起身。我家姑娘是个好动的，咱们下回再聊。薛夫人笑盈盈地起身，去吧，今日就不要拘着她了。国公夫人辞了薛夫人，便领着女儿往林老太太那边去。老太太远远地瞧见国公夫人往这边来，忙起身迎了迎。满京城的贵胄，除开皇亲国戚，便是国公府最显赫，就连高一个辈分的将军府老太太，也得在态度上热切几分，以示尊重。承蒙国公夫人赏脸，整个将军府都增色了不少。国公夫人也陪笑着上前，老太太身体康健，越发有精神了。说罢，她伸手招呼后头的女儿：“宁儿，快来见过将军府老太太。上次你在城门口遇险，便是林老太太的孙儿救下的。”郡主脸上带着几分娇羞，上前微微侧身，祝老太太松鹤长春。说罢，她的视线就有意无意地落在了旁边林冷伤的身上。老太太心下便明白了几分。伤儿，你过来，这是宁国公府的郡主。老太太朝林冷伤招手，示意孙儿到近边来熟识一下。林冷伤却只在原地微微拱手，见过郡主。郡主笑容明媚，顾不得女子间的矜持，竟开口答话：“承蒙林二哥哥搭救，心中甚是感激。”老太太满意的点头。这么好的孙媳妇人选，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。若是姑娘无意，这么高门第的小姐上门求娶自是万难；若是姑娘有意，她也乐得做这个媒人。两个孩子缘分不浅，都到我身边来陪我听出戏。老太太笑得牙不见眼，拉着郡主的手，舍不得松。郡主也不推辞，陪着老太太在旁边落座，一点也没瞧见国公夫人脸上的不悦。为避免出岔子，国公夫人自是也落座陪着听戏，位置刚好挡在郡主跟林冷伤之间，叫他们不好眉目传情。郡主看戏间，她眼角的余光看见林冷伤小女儿娇羞的小模样，表露无遗，只叫旁边的国公夫人见了，恨不得拉着女儿立马走人，免得丢人现眼。林冷伤却是端坐着听戏，哪家小姐也没得她多看一眼。她耐着性子听完一出戏，深觉这种场面着实无聊，便想起身找个地方躲躲清静。刚准备起身，老太太一个眼神示意她坐下。今日是给孙儿孙女们相看对象，没有主角退场歇着的道理，就是陪笑坐着也得陪一整天。他这把老骨头不也在这镇着场子吗？王夫人处只带着三少爷林楚廷去忠义侯夫人处行了礼。此时谢大小姐正跟姑娘们在一处赏花，是以公子和姑娘并未碰上面。若说中意的儿媳妇人选，这谢大小姐比郡主更得她欢心。且不说郡主的那点小心思，她老早就瞧出来了。单说这活泼好动的性子，她就不大喜欢，不像是个温顺听话的。谢小姐知书达理，正好有武将世家缺少的一股子气韵。如今林楚廷走的也是科举路线，以后定是做个文官，有侯府帮衬着，于仕途上便是一大助力。二小姐因没有长辈带着四处逛，只在老太太处陪着听戏，能见到的外男不多。她远远瞧见一位穿白衣的公子，那风姿气韵堪比画本子里的书生，若在别家小姐眼里见着，只觉他柔弱不惊风，少了些男子气概。因二小姐从小爱看画本子，便偏爱这书生类型的。今日见着这么个书生气的公子，心里不自觉便多瞧了几眼。院子里有一处亭子，用鲜花插了个花拱门做入口，其余各角用屏风围起来，周遭再摆上各色的花卉。此处便是小姐们猜花迷的地方了。这里是由青瓦跟丝荷布置下的，地界虽不大，倒也花团错落，雅致不俗。各家的小姐欢聚在此，或闲聊或打趣，竟比那些个花卉还耀眼。因为周围有屏风挡着，未有男子出入，长辈便也放任小姐们在里头玩乐。青婉和丝荷今日穿了府里丫鬟的统一着装，在亭子里伺候小姐们猜谜。猜花谜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有兴致的小姐可以在前头的箱子里随机抽取一张谜题，答对了的便可找三小姐林一梦兑换想要的彩头。那侯府的谢三小姐正是13、14岁活泼的年纪，她似乎猜出了谜底，高高兴兴地扬起手中的小纸条。这道题的谜底是荷花，妹妹瞧瞧对不对？说罢，她骄傲地挥动着手中的谜面，朝林一梦走过去。林一梦接过谜面瞧了瞧，开心的道：“谢三小姐果然聪慧，姐姐想要什么彩头？”亭子的一角用托盘摆着精致的首饰钗环，都是些女儿家喜欢的小玩意。谢三小姐略略扫过一眼，而后失望地摇摇头：“这些本小姐都不缺，妹妹便赠我几束新鲜的荷花做彩头吧。”林一梦作为东家，也不好坏了贵客的兴致，便一口应承下来。
这有何难？妹妹稍等。说罢，她便朝身边的小丫鬟摆摆手，你去湖里采些荷花来。小丫鬟得了命令，便小跑着出了亭子，准备去湖里采荷花。半路上却被王嬷嬷拦下来，你去取些桂花蜜来，三少爷等会醒酒要用的。小丫鬟犹豫，刚才三小姐命奴婢去湖里采莲花，那莲花我自会安排人去采，你只管去取桂花蜜来。小丫鬟这才安心的调转头往小梦园去。王嬷嬷这边见她走远后，折回亭子，将小琴唤了过来。她露出凶狠之色，对小琴附耳低语了几句。小琴听罢，面露难色，还是去亭子里找了青婉。王嬷嬷吩咐，让奴婢陪您去湖里采莲花。青婉瞧谢三小姐还在那巴巴的等着，这种场面也不好让自家小姐丢了面子，便默默跟小琴出了亭子。小琴扶着青婉往那湖边走，却是一步一回头，眼神可怜巴巴的祈求着王嬷嬷，全身透着不愿。那王嬷嬷在后头大手一挥，快去！青婉见小琴这副模样，便心生警惕，莫不是又要拿她做法子，干出什么蠢事来？她放慢了脚步，试问道：要不咱们去岸边采几个花骨朵带回去罢？王嬷嬷顿时生了气，我说姑娘，这才几日没在三小姐处当值，她就使唤不动你了。贵客要的是开得正好的荷花，莫要叫三小姐在贵客面前丢了脸面。有王嬷嬷盯着，青婉和小琴只得硬着头皮往前。他们俩走到河边，解开旁边拴着的一条小船，生涩地划着桨往湖中心去。中央湖水深，稍有人质，只有在那才有大朵大朵开得正好的荷花。不好啦，有人落水了！府里的小厮喊起来。只见湖中央有条小船被淹没了大半，而且还在飞速地往下沉。小琴和青婉在船里慌乱地扑腾，水花溅起很高，救命！救命！